男嘉宾丁先生32岁，来自湖南，婚庆；女嘉宾于女士31岁，来自湖南，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二宝多大2个月。男孩女孩？男孩。大宝呢？男孩。压力大不大？特别大。吵架吗？经常吵，一吵就提离婚。啊。我现在已经是完全受不了他了，好像跟了我以后，让你受了特别大的委屈似的。主持人，你应该也知道，女孩子就是喜欢提嘛，但是我也不是真的要离，我就是要他改。对。但是他就老不改，我提离婚他都不改。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在外面忙工作，回家来还得照顾你。你像，就是晚上他有时候喝水，倒一杯凉水吧，他说太冷了啊；倒一杯热水吧，他就说太烫了。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小事情，能够跟我吵一整夜。他说的这都是特别小的事情，其实我们中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婚前和婚后的差别太大了。哎呀，4、5年了，都二宝了，还提那往事干什么呀？不是，因为我现在本来带2个小孩，我就特别的烦躁。那他就是经常对我爱答不理的，要不就是不耐烦。行，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说起啊，哪些变化？像结婚前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要去哪就不用我说，他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就主动的接送。现在我要去哪里，他就说你自己会开车，为什么要我送？哦，这本来也是嘛，我得要忙我自己的事情。我现在都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我不能一天到晚的围着你转吧？没多大的事儿，就这事儿啊。还有就是一点都不浪漫了。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送我花呀，放孔明灯啊，特别的给我惊喜。现在我过个什么情人节啊、七夕节，我觉得这节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就说，反正钱都在你手里，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不是钱是在你手里吗？钱是在我手里啊。你拿什么钱买呢？那他可以再额外赚呢。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哈！你要允许我们留私房钱，我们可以留了私房钱买给你。私房钱？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有没有私房钱？没有，我赚的每一分钱，除了吃饭、喝水、抽烟以外，全部都给你了，对不对？那你上次520你还发了个5200的红包给我。对呀，哎，这我红包从哪儿来的？我不给你了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买礼物的钱他还是赚得到的。还有特别让我生气的就是我的亲妹妹，也就是跟他站在一边，就说我产后啊也有点毛病。我就特别的受不了，因为我家里人也不帮助我。可以啊，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你，会斗争啊。没有。我其实真的没有说特意的要联合起你妹妹一起来对付你。我知道我妹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收买她呀。怎么收买？她拿钱啊。全部都给你了吗？所以我才生气啊。她还有多余的钱给我妹妹。不是，你怎么知道她有多余的钱给你妹？转账记录被我看见了。转了多少钱？转了2000块钱。钱从哪儿来的？是这样的，她是我小姨子嘛，她想换个手机差2000块钱跟我姐夫开口了，我作为姐夫必须得借吧。我没有同意，你也没有让我知道，而且我会跟你讲了，你这个借给他了，那基本上就是肉包子打狗。那是你妹哎，这个妹妹向着他啊。你妈像谁啊？就是我觉得我妈她也是不知道要怎么搞。行，今天不都来了吗？来，请上来，看向着谁。同学，不是的，你们2个怎么走到他那边去了？妈妈，你好，你好，这您闺女儿，对，这是女婿，对，这您二女儿，妹妹，你觉得你姐和你姐夫这个要离婚这件事儿，你赞同吗？我个人是不赞同的，不赞同啊。但是我觉得我姐姐有点神经质了。什么？你想我有点神经啊？对，他说神经质，不是神经啊。你别想啊，其实我们2个吵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你。他现在什么事就是都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逮谁就说谁之前生大宝的时候，半夜3更就打电话给我跟我妈，说他跟我姐夫过不下去了，说我姐夫不关心他，然后要离婚怎么着后面2宝下来以后，他又把这样的话又说了一遍，然后打电话给我妈，弄得我妈晚上也睡不好。确实，我都受不了他，别说我姐夫了，真的我都受不了他。你别讲这样的话，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我受不了他，为什么？现在他住在我家里面。他为什么还住你家？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特别生气。他28岁了也还没结婚，又没找男朋友。然后我没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那是他的自由啊。是他的自由，可是呢，他又不会搞饭吃，我妈呢就特别不放心他，所以就要在家里照顾他。但是我现在我的2宝生了，那我自己一个人搞不过来，所以我就要我妈妈来帮我，就是帮衬一下。然后我妈有放心不了他，就直接把他也带过来了。所以他现在和我妈妈就住在我家里。等于你们家人口还挺多。是的，然后房子也不是很大嘛。他住在我家也就算了。每天睡到12点钟才起来。任何的家务都不做，每天喜欢搞直播，搞到晚上凌晨3、4点钟。我搞直播，我也是在赚钱啊，我又没花你1分钱，对吧？你还好意思？你赚的钱去哪里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找你姐夫要拿2000块钱啊？而且这是找他周转一下，我又不是说不还，对不对？现在也没有还。那这是我跟他的事情，他都没有催我还，你催我干嘛？我家里面的钱是我做主，好吗？好。那我等一下就把钱给你好了，小姨子直接转给你。小姨子在你们家住，交家用吗？不交啊，这不好意思吧？妈妈听了俩闺女这么逗，心里挺难受的吧？不舒服啊？是这样的啊，吱吱要哭哈。是的，心里不哭。没事。其实怎么说呢？我这个大女儿真的也挺不那个，因为生大宝，其实就有一次这个人生的转变嘛。怎么说呢？我是那种，女强人的那种性格，所以就是现在生2个小孩嘛。对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外形啊各方面确实是有蛮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很委屈。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过去生个大宝，3岁的时候差不多熬出头了？对。然后又2宝，等于又跌进了这个深渊。对啊，我现在又要3年。所以你觉得挺绝望的是吧？绝望倒也不至于，只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对我耐心一点、包容一点，那我就不会这样子。所以在家里你总得有一个宣泄口，我们都理解，对吧？是啊，所以我就他性格好一点嘛。您不帮他带孩子，恐怕他那儿也周转不开吧？差不多哈。对。但是如果把这个自己的小闺女一个人放在家里，您心里也不放心，对吧？对。所以只能带在身边，对吧？是啊。家里2个男孩哈。对。你也在那家里住着，你什么感受？我也觉得经济压力特别大，觉得他们的经济压力特别大。你看。妹妹也觉得压力大了，所以我们先谢谢2位啊，谢谢，请回啊，谢谢你们啊，请回。其实妹妹和妈妈来，无外乎于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不容易嘛。所以今天来，实际上面是想干嘛？今天他来，他是说他受不了了。其实我的诉求就是，我觉得他如果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来改的话，那就你的想法是？我的想法就是浪漫、细心、会赚钱、顾家，然后还要搞饭给我吃，然后还要收拾家务。那你干嘛呢？我带孩子啊。行，能做到吗？我做得到。就这也能做得到啊？我现在一直是按这个标准做的。但是做得不好是那意思吗？哎呀，你这么幸福，你在我们那儿闹什么呀？你真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我也还挺幸福的，但是就是他现在就说我脾气大嘛，我没有脾气大。倒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必须得解决一下。每天你都跟我吵的人真的是心力交瘁。我每天出去还得要忙工作，回到家还要面对你的这样一副臭脸。真的是，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日子能够过下去，咱们好好的过，不吵架。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因为是我的原因的话，我觉得这个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就希望现场的几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能够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到底能不能够好好的过下去。我也想听一下你的。不能好好过下去，你还要跟我离婚是吗？如你所愿吧。你敢？来吧，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儿子现在1岁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时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讲你听不明白，只有不容易，好吗？加油啊！谢谢。谢谢珊娜老师啊。
你要坚强啊！咱别又走回去了。你有一个对你无限宠溺包容、随叫随到、心甘情愿、绝无怨言的母亲。你有一个愿意给你排忧解难、当你帮手的好岳母。固然是我们在产后激素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理心理会多少引起所谓的焦虑，但是姑娘，我们不能一直拿这个说事儿啊。我们在身体不舒适、心理不舒适的时候，如果再无限的放大，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你压得越重，反弹得越严重。所以你看现在闹得不可开交，这就是你放大的焦虑啊。你选择了做2个孩子的妈妈，你就要承担这一切，照顾好孩子，在逐渐发展自我。你这么焦虑，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我其实特别担心你的2个宝宝。妈妈爸爸天天吵架，这2个孩子虽然小，他会感受得到的。焦虑的母亲就会带出焦虑的孩子啊，你不担心吗？我多说一句，我想跟妈妈说一句啊，你们的母亲非常的伟大，但是你们的母亲有些让你们家庭的关系边界不清。我也希望妈妈这个年龄了，姑娘，让妈妈适当的放松放松吧。你们的日子尽量自己过，还有你那个妹妹小姨子28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过，不要再贪恋着母亲的照顾。所有人的边界不清，导致整个家庭混乱，一切都清晰了，自然你们就能回到本身的角色当中，做好自己。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看得出来，其实你是有点看不上妹妹的。你希望妹妹搬走，因为妹妹增加了家庭当中很多的烦恼和关系上的矛盾。那如果妈妈跟着妹妹一起走呢？所以我就虽然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给我走。你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对吧？让你妹妹走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她去说，也不能你来说，而应该妈妈来说。你应该跟妈妈说，家里面太小，妹妹也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空间，校正自己的作息，并且考虑自己的大事，不适合住在这儿，但绝对不能由你们俩开口。你们俩要是一旦开了口，这梁子就结下了，而是应该让妈妈去说。除了刚才所说的那种方式方法，让妹妹出去，让母亲来说，还有你和她之间的矛盾，这些解决方式之外，你首先应该修身养性。在有了孩子之后，一个女人应该更加懂得怎么为人母，怎么为人妻，怎么为人女。所有的男人大概都会想到一点，我即便团结了你妈和你妹妹又怎么样？你应该不会生气的，因为那是你妈你妹妹啊。表面上他们站在我一边，但实际上跟你是有血缘关系的，本来你不会生气的，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对吧？而且还衬托得出我像个模范丈夫。但事实上你不理解女人，其实越是她亲近的人，越朝着她捅过来，她心里更难受。因为我四面楚歌啊，借钱给小姨子，说白了你就是在讨好。你是真做好人吗？你是没有界限。我承认你这样的姐夫确实是不错的姐夫，但是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你被别人捧得高高的，他被别人压得低低的，你高兴？夫妻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说2个夫妻都好，那才是真的好。只要把一个说得特别好，一个特别不好，其实这夫妻关系就一定恶了。所以你也别沾沾自喜，任何事情得有主有次。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你妈他妈还有妹妹都是外人。我特别赞同刚才莎娜所说的那个观点，短期的1日游、2日游，2人出去，把那个空间交给妈妈和妹妹，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你们出去散散心是很重要的。时常的夹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什么关系都理不顺了。所以说你变得可爱起来。
讲离婚什么都是假的，我不想跟你离婚。行了，没事了，别较那么大的真儿啊，回吧。来，请关门。来吧，请开门。